今天这一集里面有一件你可能真的需要动手处理的事，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前面。如果你用过 Manus 这个 AI 代理工具，有一部分账号的资料会在8月23号被删除。那是8天后，不是停用，不是封存，是删除。而原因不是被害，也不是公司盗了，原因是中国的一个政府单位命令 Meta 把一桩20亿美元的并购案倒带回去，而且成功了。所以今天先讲实务的部分，你要做什么，什么时候之前做完，然后再讲我觉得更重要的那一半，为什么北京的监管机关管得到一桩美国公司跟新加坡注册公司之间的交易。我们开始。好，先讲实务的部分，因为这件事有时钟在跑。Manus 要删除的是一部分使用者在去年12月29号之后产生的资料。那个日期不是随便挑的，那天正是 Meta 的并购案正式成交的日子。所以被抹掉的大致上就是 Manus 属于 Meta 的那8个月里面做的所有东西。备份的视窗在8月23号早上7点59分关闭，新加坡时间。删除在23号到24号进行，这2天受影响的账号会被锁住，你完全进不去。复原的入口25号早上8点开放。通知是11号发的，所以整个视窗大约12天，要用来抢救8个月的成果。Manus 说在备份期间不会向受影响的使用者收费。如果你在里面做过任何东西，网站、简报，任何代理帮你产出的成果，现在就去把它拉出来。接下来这个问题才是真的跟你有关的，我是不是被影响到的那一群？ Manus 把账号分成3种。 A 型和 B 型是在并购那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账号，而且从那之后没有改过电子邮件跟个人资料。这2种账号本身、订阅还有并购之前的任务资料全部都保留，你的历史留着。 C 型是狠的那一种，那指的是并购那天之后才建立的账号，或者是在那之后改过电子邮件、个人资料的账号。C 型的删除是完整的账号、订阅记录、所有任务资料、代理帮你生出来的所有东西，像是网站、简报，还有你授权他去连接其他服务的那些权限，全部。所以判断原则很简单，而且有点残忍，你越晚加入，失去的越多。如果你是今年才开始用 Manus 的，就先假设自己会被影响，现在去备份。而且 Manus 有直接告诉你 App 里面有一则通知会写你是哪一种，去读那个，不要只根据我刚刚讲的去猜。好，那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Manus 做的是通用型 AI 代理，就是那种你丢一个任务给他，他自己跑去完成的工具。他2022年在中国创立，后来把基地搬到了新加坡。去年12月29号 Meta 以20亿美元完成了对他的收购，而这桩交易立刻同时引起了北京跟华盛顿的注意。中国官方展开调查，要看他有没有违反中国关于外资与技术出口的规定。今年4月，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就是发改委，做出了决定，他禁止这项投资，并且要求双方撤回这桩交易。不是罚款，也不是附加条件，是把它取消掉。而这个倒带已经看得见了。Meta 已经切断 Manus 员工进入内部资料系统的权限，也禁止自己的员工使用 Manus 的工具。2家公司正在被实际的拉开。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删资料，就是这场分离的条件之一。好，接下来是我认为真正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它只有一句话。你看这桩交易的形状，买方是美国公司，被买的公司注册在新加坡。在纸面上，这是一桩美国公司跟新加坡公司之间的交易。北京看起来根本不是当事人，但北京把它挡下来了。发改委这道命令立起来的原则是这样的，
当底层的技术跟人才源自中国，把公司注册到境外，并不能让这桩交易躲开中国的管辖。你把公司注册在哪里不是重点，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在哪里长出来的才是。有很多年的时间，把控股公司搬到新加坡，或者开曼，或者任何地方，是一个标准动作，那是你让自己可以被西方买家收购的做法。这件事告诉我们，那个动作不再自动有效了。而且注意，这次被拿来测试的是什么？不是晶片，也不是武器，是一个 AI 代理产品。一个政府认定为战略性的东西，范围刚刚又变宽了。那它最后会归谁？目前有3条路线被讨论，而我想先讲清楚，这3条全部都还在早期阶段。第一条，3位共同创办人萧红、纪忆超、张涛一直在研议募集大约10亿美元，用 Meta 当初的估值把公司买回来。那会让它变成最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第二条，腾讯传出正在洽谈控股权。这一条值得停一下，一桩交易刚刚因为技术源自中国被挡下来，而现在台面上的其中一个结果是它最后由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控股。第三条，长线上到香港挂牌。但我要再说一次，因为原始报道在这点上很小心，我也应该一样，这些都被描述成早期的讨论，还没有确定的决定。关于归属的部分，都是在报道谈判，不是已经成交的事，而且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讲边界，因为一则有删除2个字的新闻，很容易被传歪。第一，这不是资安事件。Manis 明确讲了，没有人被害，也没有东西外泄。这是一场公司分离里面的合规动作。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这2件是需要你做出来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第二，不是每个人。Manis 并不是要删掉所有账号，如果你在并购之前就是使用者，而且没有改过个资，你的历史会留着，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要因为一个标题就自己先去砍自己的东西。第三，这是诚实的缺口，公司并没有清楚说出是哪些地区受影响。他自己的用词是世界上特定地区的法规要求，这句话是刻意不具体的。所以我没办法从这里告诉你，你个人有没有被涵盖在里面。App 里的通知可以去看那个。第四，上一段讲的全部买回腾讯、香港都是对早期讨论的报道，请把它当成正在谈什么的描述，不是将会发生什么。所以2个重点，实物的那个，如果你今年用过 Manis， 在23号之前把资料备份出来，那大概花你10分钟，而那个视窗不会再打开一次。比较大的那个是一个这一整周都在绕的问题，到底谁说了算？星期三是辉达，由他决定那些撑着5000亿贷款的晶片贬值得多快。昨天是 Cerebras， 他证明了那个答案不是固定的。今天则是一个监管机关决定一桩美国公司跟新加坡公司之间20亿美元的交易就是不成立。一个星期里面3种不同的权利，供应商的、竞争者的，还有国家的。技术的进展是公开地，快速的在跑，而谁控制它这个问题，答案是安静很多的被写下来的。本集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订阅 AI 每日新闻，我们明天见。